我们在币圈经常看到一种情况，有些加密货币在毫无逻辑的情况下猛涨，资金费率一度高达-1、-2。乍一看这么高的资金费率，无脑做空即可。可事实上，你一旦开始仓位，行情立马就给你一记大逼兜。你感觉好像在你身上安装了监控，怎么我一做空就拉飞？究其原因，我们今天以近期疯涨的 River 为例，拆开庄家的杀人手段，教你看懂一个代币有没有被庄家控盘、高控筹，以及如何用链上合约数据判断庄家手里有没有大量的筹码。学会之后呢，你能少踩很多韭菜坑。本期影片值得你看到最后。我们开始今天的课题啊。那在开始之前的话，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有关于 River 的目前的行情。那很多刚才我会说，你打开的页面不是 Lighter 吗？那我们通过观察 Lighter 这个页面，你会发现什么？它的 K 线是不是有点像死神的镰刀？它是一条直线，然后突然之间上升，然后一个下降，这就是标准的镰刀啊，镰刀 K 线。然后包括后面这一段跟前面这一段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它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 River 是密切相关的。这里密切相关不是说这两个代币本身相关，是它们的 K 线就比较相似，或者他们正在往相似的那个地步在走。好，我们点开一下 River， 然后这里呢，它也是在经历了一波横断的震荡之后呢，突然之间拉升，一度飙升最高点是在 17.8 的历史高点，然后后面呢，现在是已经维持在 12.8 了，但是呢，它已经具备镰刀的雏形了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出来啊？具备核心观念，然后高控筹等于少数地址加实体控制大量代币，导致呢流通筹码稀少，价格容易被操控。关键的信号是看持仓高度集中、流动性单薄，然后资金费率异常但没人做对冲，以及大额的转账和提现到交易所。我们通常识别最后一点的时候，就是说大额转账或者是提现到交易所，这个行为呢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一般来说，如果高控筹的那些地址呢提现到交易所，它无非就是要去卖，那不然就一直可以放到钱包里面就好了呀。那提到交易所干嘛呢？肯定是要去进行售卖。那我们再来到这个资金费率的这边啊，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目前的资金费率是负的 0.06。你乍一看的话，好像觉得还可以啊，但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资金费率啊，看它的历史啊，它的资金费率呢都是处在非常高点的位置啊，一度啊最高的话是负的 0.15%。那我们在上期影片就之前有过一期讲资金费率的时候呢，已经给大家解释清楚了。这里的资金费率啊，不要看它是百分比的 0.0 几，事实上每一个小时扣费的话是非常多的啊。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用到的网站，当然不可能这么多，有一些至关重要的我们一定会提及到。步骤 A， 确认合约地址，这是必做的选项。那怎么确定 River 的合约地址呢？我们在这个网页当中很可能是找不到这个地址，我们点击信息啊，它这边有币种信息，但是它就没有这个合约地址。手机端的话是可以找到的啊，电脑端它就没有办法显示。那我们可以通过 CMC， 也就是 CoinMarketCap 搜索，在这里顶部搜索 River， 找到这个代币之后呢，在侧边栏下拉这边有一个合约地址。那这里的话就已经找到了。找到合约地址之后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就是查看前10大，也就是前5的持仓占比。这里呢，我们要确定 River 它是哪一个区块链上的。那这里的话，它提供的是浏览器这边 Ethercan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直接点击到 Ethercan， 然后呢，搜索该代币，也就是 River。你会在这里呢发现 Holders， 那当然页面这里也有一个 Holders， 点击一下，你会看到前10的它可能不是前10，应该前50吧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持仓的占比啊，通过这些持仓的占比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就是说它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啊？如果前一个地址，也就是第一个地址呢占比超过 20%， 那么它就是高度可疑，这个就形容什么？就高度控盘，就庄家持有了大量的筹码。前5个地址如果合计一共超过 50%， 那么明显偏集中，这就是符合了高控筹的风险。那对比之前的这个 Lighter 的话，就是一模一样的啊。那这里我们就不给大家就不给大家看了。如果前10个地址呢超过 60%， 那几乎被少数人控制，风险就会极高。那这些只是经验法则，不是绝对的法则。但高于这些数值的时候呢，就需要特别谨慎。而且 River 它这一次空投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带币经济学啊，那正好也是讲到步骤 C 嘛，就是查流通量、锁仓以及团队持仓。
是涉及到代币经济学的。那这边的话，怎么去找到这个代币经济学，也就白皮书呢？在这里 CMC， 然后这边有个 white paper，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代币经济学，然后仔细看一下，它这里解锁的话是要180天之内，就是将你的 PTS， 也就是你的积分转换成为 token， 那180天，所以呢，它会有这样一个时间限制。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线性解锁180天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流通量，这里的流通量非常会凸显就高控筹与持仓集中的问题啊。那么仅约 16.9 million 的 River 在市面上流通，总供应量的话已经是100的 million 啊。那顶级持有者的话占了，就控制了绝大多数的流通量，机构跟大户掌握定价权比较强，这意味着大户抛压或者建仓可以显著的影响价格。那团队或者少数钱包对生态治理也就这个权利也会更大。流动性的话不是特别深啊，所以呢，它对这一个就如果大额交易出现，那波动价格是非常明显的。步骤 D， 检查大额转账和提前到集中交易所，我们这边使用到的平台是 Arkham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的直观数据是通过这里的转账记录，那看它呢是否是提现到 DEX 交易所啊，或者是其他的 Panic Swap 啊，或者等等类似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记住一个要领啊，就是如果大量的代币被提到交易所，它并不一定代表就是说一定会卖出了。但是呢，如果短期之内出现大量的频繁提币到这个交易所当中的话，这就是抛售的一个先兆。步骤 E， 查一下 LP 池的深度，但这里呢，池的深度的话，查起来会比较繁琐一点，因为它不单单只有 Uniswap， 还有 Panic Swap。那这些池子的话要统计在一起啊，然后统计完成之后呢，去查看一下 LP， 也就是流动性的提供者。如果池子里的话金额不多，但它这个价格拉得很高，那这个就是极高风险啊。步骤 F， 资金费率、合约情绪。判断为什么没人敢做空啊？打开我们币安的合约页面啊，那可以看到实时的资金费率，然后以及是未平仓合约量，以及是24小时的成交量。这里呢，资金费率和24小时成交量我们是完完全全看得到的，但是呢，未平仓量是找不到。找不到的话，在交易数据，然后下拉这边未平仓量与市值的比率。通过这一张比率的汇率图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得到、分析得出来，那未平仓量当前处在的一个水平。这里涉及到观察逻辑，就是如果资金费率长期就是无论正负啊，因为我们只看它的数值啊，就是越来越高，价格呢有短期之内是暴涨的。我们这边可以通过看这张图表，短期之内呢是暴涨的啊。那这就是说明庄家拉升圈钱的一个套路。步骤G也是最后一个步骤，就观察盘口的一个深度与成交量。这里呢，我们先说一下成交量。成交量的话，就是同步观察成交量能柱啊，也就是这个在这里就下方。如果是真买单的话，是推动价格时，那成交量的话就是量能柱应该是明显放大的。如果价格上去，但成交量小，通常是挂单撤单造成的一个假象，也就是虚假繁荣。然后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盘口的深度，可以使用到 River 的CoinGlass 当中的 River 数据啊。这里呢不单单看一下合约数据，现货数据也同样重要，包括它的总览。这里呢可以看到 River 价格的表现，以及是它现在的多空比以及爆仓的数据啊。整体来说的话，爆仓量是比较强的，特别在前几天。那今天的话是趋于缓和。但是我已经说了，它已经出具了这个镰刀的形状啊，随时准备要收割。那也不是说你现在在这个时候呢，就一定要去做空它，我可没这样说啊。那本期这支影片的话，我们也只是为大家科普，如果下次遇到这样庄家高控盘的就代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远离。今天刷推也是看到啊，资金费率又被扣182刀。那起初的话就是入局这个妖币 River。很明显，庄家的手法就是不断吃资金费，让你就是做空也不是，做多也不是，因为保证金很厚，庄家一时半会爆不了，那就温水煮青蛙，慢慢消耗你，就可能磨你一段时间，然后轻松一波拉盘，就多空双爆，懂吗？就这样的强控盘的话，你一定把握不住的。那大多数人做空的心理就是涨太多应该会跌，那这个项目的水准不可能是一直涨，那就像抄底的心理，那你已经跌了很多了，应该要反弹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人性趋势。
那恰恰忽略了一个被强控盘，大多数流通量都被庄家拿捏的项目，它不会按照你的意志来，它一定是要收割你的。那这是有关于今天的一个，那我们在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你就比较理解了，就是说远离这种，你无论做不做合约，你哪怕要做合约，你都不会在他身上去做的。那这种就明显就是说你把钱投进去了，你只是燃料了，你只是市场当中的一个燃料，然后呢，你的钱也不会落在你的口袋里，你就是那个青蛙。好，那么今天就是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，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，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、数字盲盒、体验金的奖励。另外，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，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。该权限的话，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，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。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。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，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，支撑阻力点位，清算关键位，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。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，市场阴晴不定，还是要敬畏市场，减少开单，保护我们的本金。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，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。这些经验值的话，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，可能有部分观众也的 SYP 掉线了。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，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，我们会耐心解答。感谢支持。在这里呢，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，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，真实的交易记录。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啊，互动啊，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。